玲玲啊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有接到。哦，好，谢谢你给我回电话哈。我就想问你一下，你昨天有跟他们去谈吗？没有啊。你赶紧跟他们去谈一下，你现在的东西还没有出来，还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，让孙正赶紧把那个撤回。他妈现在还不知道，他妈有给他打电话吗？没有啊。关键他妈要是知道的话，真的会疯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玲玲，我跟你讲哈，有些东西是事实哈。我跟你举个例子哈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就像我到杰尼弗他们家里去告诉他爸爸，你跟我讲的话，这些都是事实，但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样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国内那么多练功的人，共产党对他们这样，他们照样没有放弃修炼。所以你们这些话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什么大的影响。那些13、12、14岁的小孩子，他父母亲把他送上山，也有可能是他父母心愿，也有可能还是他自己的愿望。你明白吗？他们都有监护人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一天到了那种地步的话，别人都会躲在后面。你们俩就是被人家拿来当枪使啊！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真的不要再糊涂了，我不会害你的呀。你要做这些事情干什么？你说你赚点钱旅个游，吃点美食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多好啊！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得那么绝啊？你知道这件事情这个视频我看了以后哈，我告诉你啊，孙战真的是，我不知道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曲解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他受了很多委屈，但都会被别人曲解的，你知道吗？最后面你知道承担后果的就是他妈会真的会气疯的。这个不是神韵回来，你说，你没有那么好的修炼的环境，他妈为他很痛心，这完全不是另外一回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在他妈眼里，他就是谤天法，你知道吗？那真的是他妈真的会疯了，我告诉你。他妈，你跟他妈妈交流了吗？我没有跟他交流，我哪敢跟他交流啊？我是为你们俩着想啊！你跟那个人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是个人的媒体哈，还是如果是个正常的媒体，他是在美国的，你们对你们所说的东西，你们的故事，你们都有版权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能，我不要你说的，你知道，现在我拿回来了，你说我妈都要快活不下去了，你对我们家庭造成重大的影响了啊！你懂点事吧？你真的28了，我也可以就说不管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，就像你跟二宝吵咱俩那天，可以不管的，你爹地叫你们俩离婚了，你奶奶叫你们离婚了呀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为什么要去管你，去管二宝？我是你妈呀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这点你不用想，我们俩之间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，那都是家人，不管时间长短都会解决的，气消了很多事情就没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你干了这种谤佛谤天法的事情，哇，那滚滚的业力啊，你怎么消啊？你从此以后你们俩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厄运都会有啊！你可以不相信，你要信其有，也不要信其无啊！你要干这种事情干嘛？你没有一丁点儿好处啊！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没睡着啊！我都给你们俩担心的呀。成年人，我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我们不需要你担心。而且如果你担心的话，这5年以来你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呀。当时我刚毕业，能遇到你也很清楚，我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呀，你也没有打电话给我呀。你这个担心是来得太晚了。我们
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独立成长的过程的。那这就是我独立成长的过程。而且那时候二宝跟你结婚了，他已经有了工资了。他那个时候没有工作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个时候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事情都是家人之间的事情，有可能我也做了过分，这都不要紧啊。我们之间我没有说这个要紧啊，但是你想把两件事情扯在一起的呀。我没有想把这个事情扯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我告诉你哈，不管怎么样，师父待你们都不薄，都是想培养你们的。你去过你上过神韵吗？你在那里跳过舞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讲这件事情？我请问你，为什么你会这么跟我说？谁跟你说的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看到什么了？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你知道你有没有听那个他在那上面发的东西？我听了，而且我觉得他讲的很清楚，什么是他看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和什么东西是他的猜测，和什么东西是他听说，他讲的非常清楚，我觉得并没有被曲解。他要干什么？就发生为什么人家只是分享一段高中跳舞的经历，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？我跟你讲哈，你谤佛谤天法。wait, no, there's no 谤佛 no 谤天法 ，this is just sharing high school experience。如果他们哈佛，如果他们哈佛的人出来说我被哪个教师霸凌，别人会说他是谤佛谤天法吗？他只是在描述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个事实而已啊。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啊，而且我们都在自由的社会，美国也是自由的社会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分享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？你们俩如果这么有正义感，你们去国内哈，你现在不能去国内吗？去调查他们是怎么对我们大法弟子？那请你能不能调查在你女儿身上发生的事情呢？你女儿的事情都调查不了，你那个管的范围都管到国内去了。你真的是，你要干嘛呢？我真的不明白啊！你不明白，我也不需要你明白，我也不恨你们，我就在活出我自己的人生。I do what I want to do， 而且如果我小时候当时没有人为我站出来说话，我现在要为我自己站出来说话。我当时被那些老师这么对待，这么那个什么。受伤了，还辱骂我，还嘲笑我，围着我批斗的时候，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，你也没有为我站出来说话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要站出来，我要说话，我要让他们都知道，他们敢干我就敢说。如果他们不想我说出去，觉得这是谤法，想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高超逸老早就离开了那里了。那对不起，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啊。哎呦，他都不会记得你是谁了。那没关系啊，那我这么讲出来，那应该更没有关系了呀。所以你能听，所以从这一点，从这一点来说，你就可以听出我这个不是出于恨。如果高超逸都不记得我是谁了，我讲出来根本就不会影响到他。我只是在跟所有人分享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，看看普罗大众、美国政府听到这些觉不觉得这些是正常的事情。美国也有很多别的舞蹈学校，我相信他们都可以去调查，然后像比一下，看看飞天艺术学院到底正不正常。你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子？不是你5年没有跟
我说话了，大姐？什么叫突然变成这样子啊？你知道吗？你所说的为别人说话，我没有想为别人说话，我想为我自己说话，可以吗？我这个权利都没有吗？你傻不傻？所有东西都要讲证据的。我有你为什么觉得我没有证据呢？这就很有意思啊。你何德何能啊？你真的要把自己给毁了。我没有，我确实何德何能。Then so we see what happens. 如果我何德何能 then nothing will happen. 你也不会今天就是隔5年第一次跟我打电话。如果你觉得 nothing will happen， 如果你觉得我何德何能，如果你是真的担心我为了我好，你的口气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口气啊？这要问你啊，你就是你 ，Do you need me to give you the answers？ 是你来找我谈话，现在是你想让我做事情，你没有任何 control over me， you have nothing over me。你来找我，希望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个人来帮你下架一个采访。你要搞清楚 ，this is what you're doing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不是我想跟你说，是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只是回拨而已，我不想跟你说任何的事情。我也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事。这5年、这几年是我的人生 ，I can tell the story. I don't need you to tell me what to do. 你的人生不好吗？你这样的人生会好吗？我人生过得非常好，所以我才要做这件事情。No，我觉得你这5年你跟我讲话了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no？ 我问你。我跟我妈也5年不讲话，我们气消了，我们照样会讲话。她是我妈呀，啊？你妈只是当时伤害你做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你妈。你不要再扯事儿。家庭之间没有矛盾吗？啊？你那时候要跟你老公要离婚呐？是啊，然后我们之后能解决啊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我们有矛盾，是你想要把这件事情用你和我的关系来强迫我去下架视频，这是我不能接受的。我跟你这5年之内没有任何建立任何感情，以前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一丁点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这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我问你啊，你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谈的东西，也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也没有可以帮忙的东西。你觉得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因为我觉得的正义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真善人，什么是做出正确的东西，在你这里都是谤佛，都是在谤佛。然后你一说不过我，你就拿这些东西来压我。我没有要压你，我为你好啊。你为我好，你就不会，你为我好的话，你在快10年前，你快10年前，你就会做出为我好的选择。你就会去用心去调查这个学校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当时是未成年人，你知道未成年人是无法做出选择的。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consent for underage children， 所以他才需要监护人来帮他们做调查，帮他们做选择。因为未成年人的脑袋是没有发育就是健全的，像很多现在就是全世界未成年人发生任何性关系都是违法的。为什么？即使
他们说你是自愿的，你是自愿的 ，no， 都是违法的，因为未成年人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做出能做出合理的选择，所以才需要监护人。所以你说我自愿去的，这是你的失职。It was your job to do the research, not my job as a 13-year-old. It was your job. It was your job to ask the questions, your job to 问那些老师为什么这么对我们。如果有很多时候我在想，是我的孩子，我听到第一件事情，我就会冲上他们那个山，问到底为什么这么对待他们？你们李洪志宇宙主佛带领的整个团队为什么会这么对待我的孩子？我高低我会要个说法。而你呢？你每一年都回来的呀，那年。我放假2周啊，我回来啊，然后呢？你回来，你说我绝不上山了吗？你有这么跟我说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在山上的时候，他们每天都在跟我们说，你们下山都会空虚到想要自杀，常人社会有多么的邪恶，那些下山的人都哭着喊着要回来，他们每天都在这么跟我们灌输。你觉得当时我一个未成年人的心智回来，我可能跟你说，妈妈我要下山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？我觉得很多成年人都顶不住这种洗脑。你回来下山，你说你再也不要上去了，谁会让你上去？你爹爹会让你上去？不是谁？你刚才有听到我说的话吗？这是精神控制，这就是给我们的洗脑，导致我们那么痛苦，还要硬着头皮回去，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一辈子签约都是为了这一刻，如果我们不回去，我们就是要毁了我们整个天国。这都是你和他们跟我们这么说的，然后你现在又说一句来去自由啊，你不觉得很扯吗？你这5年谁对你精神控制了？山上所有人都对我们精神控制，每次全校大会、班级大会、全团大会，一次一次的精神控制。师母李洪志，所有人上台跟我们讲的话都是这些话。现在网上我听到还出现了录音，你可以自己去听，他在山上是怎么跟我们说话的。你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呀。但是这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啊！就是现在我就是没有被精神控制，所以我才想去说，我想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啊！你可不可以不要做呢？为什么呢 ？Why? And who are you to tell me? 我不能做这些事情，这是我的生命，我要活出我想要的样子。我想要活成我小时候会 look up to 的大人，我希望我能活成我小时候能够仰慕的大人。我不想要活成那种为了圆满，看着这一切都能闭着眼睛当做没看见，然后一说什么事情就说啊，但是中共活摘啊，中共活摘啊，中共活摘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实，存不存在，有没有发生，它和我在神韵这5年受到的折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为什么你们都要把这个扯在一起呢？我说我在神韵被老师或者被他们精神控制，在那里就是经历过的事情，我在讲这些事情啊，我没有在说中共没有在活摘啊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你们要把这2件事情扯在一起啊。你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忘了？为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你知道任何一个觉者来传法的时候，都有很多魔出来捣乱，你知道吗？那李洪志就是魔。怎么样？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他在带领的，山上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他点头才能发生的。而且高老师当时我们被打，钢琴老师跟他讲了，他也没有管啊，他允许这一切发生。我要一个说法，为什么？我们当时那么一片真心给他，不喜欢跳舞，再硬的腿也压下去了，再硬的腰也弯过去了，那么多汗水，那么多泪水给他，他为什么允许这一切发生？而且你要说这是修炼，那好，以后那些你看孙赞那么多年
他真的是拼死拼活的，每一年领舞都是他，角色最重的都是他，没有。你说的再难听点，你说他没有功劳的苦劳总有吧？他们之后怎么对待他的？他离开山上以后，李洪志跟所有人说，我们从男生女生嘴里都听到了一样的话，说孙赞是特务，你们不要联系他，他要跟中共搞垮神韵。但是在此时，孙赞都没有，根本就没有的事情，他为什么这么跟所有人说？我问你，你给我一个答案。师父看到了以后，师父看到了现在，那他可以看得再远一点，我觉得。师父都会很痛心的。他痛心，他可以给我们打电话，他可以给王志安打电话，我不需要你来给我们打电话。师父，你觉得师父是看到了未来？那你有没有考虑他是做贼心虚呢？我告诉你哈，这明明就是做贼心虚啊！孙赞，你们真的是国内那么打压，谤佛谤天华的一大堆，整个国家机器都在干这个事情，但那些大法弟照样修炼。大姐，我跟你说，这跟我是中国公民吗？我戴过红领巾吗？我请问你。你们干的，我问你，中共啊，最希望你们干的事情。我跟中共没有任何关系 ，OK？ 我连红领巾我都没有戴过，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。我只是在分享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不管他什么中共什么这个那个的，这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1岁就来到新西兰了，中共这个概念也是法轮功给我的，我都不知道中共是什么。你希望我以后永远不要来找你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你的选择。我觉得你在做选择，里面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这我的选择就是这样。It's not going to change。而且以后的媒体采访会越来越多，而且出来说话的人数会越来越多。而且我不理解的是，你们不是说不传、不信、不看吗？怎么还有人给你传呢？你还听呢？你在用什么标准在要求我呢？你就当然是以大法弟子的标准在要求你啊！师父跟你们说，你是大法弟子，我不是啊，但是你是啊，所以当然要以这个标准来要求你啊。这个标准你认同吗？在你们认同啊。我认不认同不重要啊！你不用你自己不认同甚至诋毁的标准来要求别人，没有。但是这个是你自己认同的标准啊！我没有，如果我是以你不认同的标准来要求你，这是过分的。就是用最普通的做人的标准来要求。你不是大法弟子吗？你没有在修炼吗？我为什么要用常人的理来要求你呢？你当然是要以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理来要求你了，要不然你怎么成佛呀？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标准要求你自己？因为我不练法轮功啊，为什么我要这么要求我自己啊？那你能不能离得我们远一点呢？可以啊，我离得很远啊，是你自己给我打电话的呀。我是说离法轮功远一点。我离得很远了。你不要说我们师父怎么样，那是我们的师父啊。但是我认识这个人啊，我为什么我在那里待了5年，为什么我不能说啊？你们才不能说呢！你们去过吗？你们去过吗？我问你，你在那里跳过舞吗？你等着，山上那么多人，你到时候出来的人会吓到你那个人数。你觉得我胡搅蛮缠？你在神韵都没有待过，
你跟我说他们怎么样，沈云怎么样，我在那里亲身待了5年，我跟李洪志几乎每一天都能见到5年，我没有资格说话，你有资格说话。Is that what you're trying to say？ 你觉得这合理吗？反正我也只能尽我的力量哈。很多你说的没错，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，大家也都是成年人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我们有必要见个面吗？我觉得我现在给你选择。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见面。如果你见面，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事情的话，我觉得 my mind is set，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。好吧，那就这样。行，好，拜拜。